这是来自星座研究室的第一款产品 Acrylic 75，也可以叫它水瓶座75。通过 CNC 印刻把新闻全方位的雕刻在了键盘的上盖。那为了做到这样的效果，我和老板聊了一会，给我的答案是光要做出这样的表面纹路，加工的时长就是单纯加工一把键盘的3到4倍左右。因为采用的是传统的3轴 CNC 加工，一次性是只能加工一个平面的。所以说这5个面的新闻就需要5次的拆卸和重新夹持定位。说人话就是别的键盘能一次性就把上盖吸完，但这把键盘要经历5次以上的 CNC 工序，在 CNC 中工时和成本是直接画等号的。所以这一把键盘1599的定价，我个人还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因为是机雕嘛，可能受限于加工时长或者成本的问题所以在精细程度上肯定没有办法和大家印象中的手雕键盘相比。键盘在4个角落都做了比较大程度的梯形倒角，按照 IC 贴中的说法，周围的一圈就像瓶口一样倾倒水平的新生。翻过键盘，看到背面同样是刻满新纹的喷射氧化名牌，除此之外还有黄铜和靛锰的可选。我这一款是非常经典的黑白配，表面的处理还是比较细腻的，摸起来非常的丝滑，对光线也有一定的折射。手里这一款奶白色的 Acrylic 75用的是喷涂工艺，没错，Hi75同款工艺。当然也有阳极的版本可以选。整体一圈看起来虽然是喷涂工艺，但做的还不错，表面的橘皮纹还是比较明显的。内胆的配置方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标配了一张玻纤，一张 PC 定位板，声音包是目前主流的 P 面加轴下垫加底面，一共3层。PC 定是支持钢板卫星轴的，但因为厚度和开槽做的非常极限，整体是非常软的，所以在轴体安装的时候需要多注意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安装到位。在结构上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板黄 Gasky 搭配上开槽的 PCB， 实际的手感还是比较软弹的。这一次呢，轴体我选的是 TDC 在11号发布的新品烈焰红轴 V2， 顺滑度和跟手感可以说是超越了我之前使用了大半年的轴体烈焰雪轴，同时在声音的表现上也颠覆了我对 TDC 轴体的印象。那后续我也会出一期详细的测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至于在键帽方面对于这种奶白色套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9009的复古键帽。在海鲜市场上找了很久最终花费300大洋收到了这一套 JTK 的9009。装上之后可以说是跟这个奶白套件比较搭配了。那定位板我选的是 PC 定，放一段打击，大家一起听一下效果。配置方面再和大家简单的补充一下， Acrylic 75是全部支持双模无线连接的，但我手里这一款还是样品，电池还没有配齐，所以大家在展示中看到的还是这把键盘单模的状态。那另外这把键盘也是有 RGB 灯光的，而且做的还非常好。在切面的客制化套件中带 RGB 灯光的确实还是蛮少见的。Acrylic 75可以说是近期我个人觉得比较独特的一把套件了。首先从外观上来说，在1000价位好像还真没有出现过这种5面 CNC 印刻的键盘，辨识度是非常高的。至于刚刚提到的喷涂工艺，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就觉得这个工艺是用在非常廉价的键盘上的，高端的键盘用的都是电泳。其实喷涂工艺也不全是缺点，相比起电泳的套件，它的耐滑性和这个抗指纹性会更加的强。如果大家实在介意的话，同样是有阳极黑或者阳极银这些版本可以选。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